错了，太爷，回来了，快请快请。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，你仔细的看一下。大家伙儿都听说了，你跟洋人交办，要做生意打赢他们，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，咱们是要钱出钱，要人出人。是的。诸位，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。我需要今年的春茶，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，特别是1级茶和2级茶，给我留住了，听我号令。好，大家伙都说好了啊，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，切不可毁了大局。林兄，等你一天了。哎呦，这一路给我颠的，骨头都散架了。快，上车坐着。哎，好嘞。我说我来接你，这一出门啊，看到这马车，哎，就觉得手痒痒。几十年没赶了，这一上手，还挺稳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坐？敢啊！你走稳一点啊。小子还挺挑。这样。还记得王天贵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他无子无女，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。他的那些票号当铺呢？那就天晓得喽。天晓得。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？它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它在大伙手里转圈儿，在谁那儿多待一阵，那是老天爷疼他。这样。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？怎么回到咱们这儿，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？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，特别饿。我在金陵的时候，我都愁得吃不下。哎，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，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啊？啊，对啊，什么对啊？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？大奶奶，我错了。我还跟玉儿说呢，这孩子一出生啊，一定要认您做干娘。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，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。这可是真话呀！当然是真的了，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。坐吧。不过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老娘一走，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。哎，行了，兄弟，讲正事儿吧。带了什么大买卖来？你可不知道这10天把我累的。我先是把湖州、金陵一带的4场都跑了个遍，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。从你们这儿走以后，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，他常年经营丝绸，他的库存肯定很多。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，拜会一下总理衙门。为什么呀？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，这万国公法里说，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。那我国出口印度的，主要就是茶叶、丝绸、药品、瓷器这么4大类。瓷器嘛，我不是很懂，其他3样我还有些门路，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。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。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再走远一点，一直往西过印度洋，到英国人、美国人那里去卖。他们既然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来，喝一个，这有点吓人。我也喝一杯。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，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？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？不能赢吗？
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。想要生意做得大，市场就得大。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七北六13省，除了5个产盐区，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。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？左手倒右手啊，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。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，多花点钱，他们也愿意。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，那就天晓得了。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，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。兄弟，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，志气是很大，但根本做不到。我之前出国，你也知道，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，利润是高一点，但是我们做这洋人的船，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。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，恐怕10年、20年都不够。我可没10年20年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人力有时尽。再说，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，都不算经商了，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。你是太异想天开。你进的蚕丝、茶叶，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？大清国明文规定，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，对吧？你这是犯王法。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，海关能同意吗？商船会答应吗？据我所知，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。还有最后一件，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，把东西运到印度，我问你，哪儿是你的货站？哪儿是你的大本营？哪儿是你的分店？谁是掌柜？谁是伙计？你到的时候，两眼一抹黑呀！你卖给谁去啊，兄弟？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，最多也就是2、3个月的经营时间吧。茶叶会老，蚕丝会旧，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！夫人，没明白？我当然明白了，他是想敲山震虎，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原本本的给吐出来。可问题是，想照方抓药，能办得到吗？这个不像一个上任的地方。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？中国人不都是要靠官做的吗？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。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。少爷，他们来了。给大人请安。李钦，本督奉旨抄家，你可知晓啊？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。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，使两江元气大伤。本督此次进京负荆请罪，圣母皇太后震怒。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，但毕竟是大清臣民，如若幡然悔悟，咱们还有商量；否则，可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？自从我爹死了之后，
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。按照大清律，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。是吧？李庆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河洋行的合伙人，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。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。李谦，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吗？我没祖宗。胡闹！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什么叫没有祖宗？鬼话！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吗？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古都不知道，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爹死了之后啊，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。您就甭费那心了。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？你的话说完了，走吧。偷走！亲本家人，奈何做贼呀？你跟我说，你娘原谅我了。那我可怜你。爹，爹，爹，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，你下山去吧。爹，我们一起下山吧。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。爹，您看。你和我，咱不是好好的吗？姓古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，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。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，一个种茶的泥腿子。您是李百万呀，您是爹。您是富甲天下的经商魁首，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，爹，您把这些都忘了，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。
行吗你？咱们下山吧。欲之未深，岂可猜乎？我不让你跟这姓谷的交往，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孩子，你聪明是聪明，好胜心太强。我留下的这些家产，足够你富裕一生。不要做生意，回京师去，随便干点什么都行。爹，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了。来到这里，在这个时候，是天意。我会死在这儿，世世轮回，变成地间的泥巴。还债。补偿，赎罪。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，是你。知道你来京师了，担心你要是真考上，岳主席就唱不下去了。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，你小瞧我。我跟您打个赌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打。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，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，我来接你。顾施主，顾谭月，施主。怎么了？子敬，他怎么死的？服毒，他的药随身带着。是他让你来喊我的。他说给你个交代。阿弥陀佛。
哥，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娘，你身子好些了？昨晚我梦见他，他站在门口，就那个门口，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。背着行囊，提着跨篮，跨篮里面装着笔、墨、砚，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。他对我说：“他说我没考上。”我跟他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，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？”他说他累了，想去先睡一会儿。我就知道他死了，他还是后悔了。是，他后悔了。他说，他很想回来。我总算是没等错。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人色犬马，走错了一回，你还能够回来，这也是好事啊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啊，他就是那么死了，没有痛苦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你怎么了？我这些天不舒服，昨儿我去瞧大夫，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怀上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傻了，玉儿啊！你赶紧回屋去歇着，回头我身体养好了，我帮你照顾孩子。嗯，娘说的对，来，我扶你回去。你不用你扶，我自己能走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去问一问，是谁诊的脉？哦，那